萨瓦迪卡，碰瓷格拉卡，印地到了高速程孔鹏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城华先生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台本田 CT125呢，已经跟着我1年多了，曾经陪伴我穿越了半个泰国，从城市呢到山野，从寺庙到古城，在天空之城感受现代与传统的交织，高楼林立间仿佛也藏着千年的文化。在美丽的阿瑜他亚，感受时间被雕刻的过程。古老的佛塔断壁残垣，仿佛带我穿越回暹罗王朝的黄金时代。而在素可泰呢，我看见了泰国历史真正的起点。这座城市比阿瑜他亚更早，它安静地坐在平原上，佛像温和，城墙低矮，一切都像最初的文明，还带着朴素的善意与理想。但更多的时间，我们一起在兰纳感受着小城故事。所以今天我们呢就来聊一聊这台车呢哪些地方让我满意，我又想吐槽哪些地方，顺带也说一下这台车的改装心得。这台车呢我已经骑了13539公里，因为需要后座带人，所以呢就加装了后座。原厂呢只有一个货架，没有座椅，所以加装了这个后座后脚踏。后座呢选用的是这个乳胶坐垫，别看这个坐垫宽大啊，但是坐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在100公里以内的路程呢几乎没有压力。这一点就要吐槽一下原车这个前面这个坐垫了。这个坐垫呢，可能是因为前边形状的设计，又可能是因为材质的原因。反正如果你要骑15公里以上呢，你就会觉得很硬很难受。关于后脚踏的选择呢，因为脚踏呢有很多种，但大体呢分为这种日规原装位以及 CNC 一体式的。日规原装位的后脚踏呢，会随着减震上下起伏。再加上泰国呢，大多是自己 OEM 的，而不是真正的日本的原厂件。最重要的是原厂没有留这个预留孔位，我需要自己打孔。基于以上几个原因呢，我选择了 CNC 一体式的这种脚踏。不过这个脚踏也有它的问题，首先它不需要拆除原本的脚踏，在原本的外边加了一层，也就意味着它会比原厂的脚踏更靠外一点。虽然这样做呢会提高这个后座的舒适度呢，但也有弊病，比如换挡的时候，后边这个降档的档杆离这个边缘很近，几乎很难的轻松退档，因为鞋会蹭到嘛。你需要调整脚的位置和姿势来退档。既然要带人呢，还要考虑这个带人的安全性，那么就不得不吐槽这个泰国原本排气没有防烫隔热板。别小看这个防烫隔热罩啊，日规原厂排气是带这个隔热板的，而泰国的并没有。如果想保持原厂排气不改装的情况下，有2个方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更换这种日规的原厂排气罩；另外一个呢，就像我现在一样，加装的隔热板。因为这个日规的这个排气罩呢，要比改装的隔热板还要贵很多很多，所以呢，就在这儿选择了隔热板。但是这中间其实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啊，因为最热的地方呢，实际上是排气罩上面这2颗螺丝，但很多隔热板呢，并没有考虑到这2颗螺丝，所以也就是装上了排气罩，还会被螺丝烫到。但是终于让我找到了现在车上这一款隔热罩。最开始我还认为挺难看的，但是看久了呢，也就还凑合。所以第一个要吐槽的大点呢，就是这个车如果要带人呢，需要一定的改装。改装呢，就需要一定的费用，这个费用还并不太低。说完了后座带人呢，再说说载物。因为呢，我要经常出门买东西，这个车呢没有任何的储物空间，非常麻烦，所以我就加装了这个后边的这个后货架，在后货架上呢又装了一个塑料筐。一开始我也想加装摩托车那种专用的铝合金箱子，但是后来发现这款造型非常的泰兰德，越看越顺眼，所以就选择了这种塑料箱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加完了后货架之后，后面会比前面重，也就是在骑行的时候你会有点仰着的感觉，这一点从你停车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。而我的车头在没有加任何风挡和其他的东西，所以加装完这些后货架之后呢，配重发生了改变。这个塑料筐呢并不大，也装不了太多的东西，但是可以装下30枚一盘的鸡蛋，这已经满足了我的日常采购需求。既然说到了后边呢，就要说说这后边的轮胎。轮胎使用起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它的抓地呢、制动呢、加速呢都还好。问题是经常需要充气，在泰国可能因为天气太热，每天呢都会掉0.1 psi， 不过它现在已经快磨平了，应该很快会换掉了。说完了这个带人载物呢，我们来聊聊这个车的操控性。这个车原始操控呢是真的好，有点像自行车的感觉，非常的轻盈。不管在市区呢还是山路，我觉得都达到了应该有的水平。但是如果后边带人，再加上后边载物，操控会非常有明显的改变。这一点可能由于车重自身比较轻的原因。最开始呢，这台车可以轻度的 off road， 也是吸引我的一个点。
但实际体验下来呢，仅仅是可以走 off-road 的这种路线，但并不能在 off-road 中让我找到乐趣。最主要的原因，我认为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前后的车轮为17寸，并不是越野车常见那种前21后18寸的这种配置。另外呢，减震器的行程也不够，仅仅是有一定的通过性，而越野呢谈不上。另外呢，就是这台125cc 的发动机呢，动力有点弱。说到动力呢，这台车在城市里的动力呢，我认为是绰绰有余，油门的响应非常灵敏。虽然没有那么强的推背感，但是绝对不比任何的同级别车要差。但是千万别上山。虽然呢，我也经常的上山，但是每次到比较大的坡前面，我都需要先降档，然后再急加速冲上去。如果中途松了一下油门，可能就走不动了。但是我这个上山现在就只能是这个速度了，已经爬不动了，就动。但是如果带人上山呢，你就需要做一件事儿，心中默念佛祖保佑，上得去，上得去，上得去。虽然有时候后座需要跳下来推车，但是大多数时候都可以以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尬游上去。我也曾经试过改变过齿比，换过42齿的后牙盘，虽然呢有一定的提升，但是它会导致这个 ABS 报警，导致 ABS 失效。所以在综合的考虑之后，为了安全性，我又换了40齿的后牙盘。40齿的后牙盘呢有轻微的提升，但 ABS 被保留下来了。说完了动力，我们再来聊聊这个油耗和保养。目前呢，这个车是140泰铢，可以跑260公里，大概每1升汽油呢能跑61公里左右。这个油耗呢还是比较低的，因为我也不是那种非常温柔的驾驶，我也不是很激烈，就算比较平均吧。关于保养的话呢，如果去这个 Clubhouse 去保养，大概每次的费用在1500泰铢左右，每6000公里保养一次。如果去本田店呢，就是一般的那种本田经销商呢，使用全合成机油的费用在280泰铢一次，每2500公里换一次机油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本田的店呢没有这种 CT125的滤芯儿，就是机油滤芯儿，所以需要单独购买。它的价格呢也大概在280块钱左右，280泰铢啊，泰铢。所以不管是油耗还是保养，这个车的经济性，我认为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说完了油耗和保养费用呢，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提升品质的小改装。这个拉杆呢，是我买车的时候就改上了，因为当时就没有考虑加风挡，所以不用这个拉杆，上面就架不了一些东西。比如我现在架了这个手机支架、水杯架，出去玩的时候，导航和喝水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。另外，在仪表的边上呢，加装了这个充电口，防止手机在导航的时候电量不足。说到了仪表呢，就是另外一个槽点，因为是全液晶的仪表，所以在强光下呢会看不清仪表的内容。虽然它也没有什么太多可看的啊，因为档显啊、时间呀、转速啊，还有油耗显示啊，你会发现这上面通通都没有。但是你会发现信息量少的仪表也有好处，因为你可以更专注的去驾驶。最后你会发现，我并没有说出这台 CT125的致命缺点，也没有说出它的绝对优点，因为这一年来说，这台车对我来说，不仅是一台摩托车，也不仅仅是参数配置，而是旅途中的伙伴，是每一次迷路时候的依靠。它并不完美，正因为如此，它也才最真实。就像旅途一样，有颠簸，有风景，有疲惫，也有自由。